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白鹿以反差为刃，在角色与真实之间雕刻璀璨星河。在流量与标签横行的娱乐圈，有人以人设筑高墙，有人以套路博眼球，而白鹿却用一场场反差的破壁之旅，诠释了何为演员的赤诚与生命的鲜活。他的光芒不在完美无瑕的滤镜中，而在角色与真实交织的裂隙里。那里有刀锋般的演技，也有烟火气的笑容，让粉丝在仰望星光时，亦能触摸到温暖的体温。从古装剧中的飒爽女将军到现代剧中的甜虐女主，白鹿的表演从不困于单一维度。在《凤求凰》中，她一人分饰两角，一面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霍玄，策马扬鞭时眼神如寒铁；另一面是工于心计的宠妃乐韵，垂眸浅笑间暗藏杀机。两种极端性格被她演绎得泾渭分明，连导演李慧珠都惊叹。她的表演像被角色附体，切换时连呼吸频率都不同。这种巨抛式演技在《周生如故》中达到巅峰。她饰演的崔时宜从天真烂漫的世家贵女，到痛失所爱后心如死灰的未亡人，情绪的递进如静水深流。最经典的城墙一跃片段中，她未落一滴泪，却以颤抖的指尖和决绝的回眸，将哀莫大于心死诠释的刻骨铭心。观众评论，她不是演悲伤，而是让悲伤从骨缝里渗出来。而到了警察荣誉中的基层女警夏洁，她又褪去古装华服，以素颜和干练短发示人，将职场新人的青涩与坚韧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甚至获得中纪委官方点赞，真实还原基层民警风貌。戏里的白鹿是百变女王，戏外的她却以反矫情的真实圈粉无数。在综艺《奔跑吧》中，她不顾形象大笑到表情失控，贡献了白鹿笑声出圈名场面。面对游戏失利，她自嘲四肢不协调，却坚持挑战高空项目，被粉丝调侃用最怂的表情干最勇的事。这种接地气的鲜活，打破了明星与普通人的次元壁。更难得的是，她敢于直面过往。2023年为早期不当言论公开致歉时，她未找借口，直言接受批评，用作品说话。这份坦荡反而让粉丝看到成长的力量。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，演员不该活在完美人设里，真实的瑕疵比虚假的光环更珍贵。少有人知，白鹿的星途始于一场破碎的偶像梦。18岁时，她带着韩剧滤镜赴上海参加 SM 选秀，却在万人竞争中铩羽而归。命运的转折点藏在微电影《猫的树》系列里，她顶着非科班出身的质疑，在镜头前一遍遍打磨哭戏，甚至为了一句台词在雪地赤脚拍摄数小时。从朝歌中初出茅庐的女将军，到长月烬明里一人分饰三角的神女三太，她用7年时间完成从网红模特到实力演员的蜕变。拍摄《烈火军校》时，她毅然剪去长发，在40度高温下穿着厚重军装摸爬滚打，为诠释《一生一世》中的配音师时宜，她闭关苦练声线，甚至因过度用嗓失声。这些笨功夫，恰是她对演员2字最虔诚的注解。白鹿与粉丝的互动始终带着家人般的温情，她会偷偷记住站姐的生日，在直播中送上祝福。拍戏受伤时，她将纱布藏在袖口，却笑着安慰粉丝，只是擦破皮，宁安如梦。杀青当天，她凌晨2点冒雨与守候的粉丝合影，知音不想让他们的等待落空。这种细腻的共情力，源于她对偶像身份的深刻理解。当被问及如何面对争议时，她说：“粉丝不是盾牌，而是让我挺直脊梁的星光。他们的爱，我要用加倍的努力去配得上。”白鹿的演艺之路，恰似她最爱的角色黎苏苏穿越烈火，仍保有纯真，历经破碎却重塑璀璨。
它教会我们，真正的魅力从不在安全区重复自己，而在反差中突破边界。动人的真诚，亦非无瑕的完美，而是敢于让脆弱与强大共生。正如他在《长月烬明》中吟诵的台词：“神性与人性，从不是对立的两极，而是灵魂的并蒂莲。”这或许正是白鹿献给世界的答案。在角色与真实的裂缝中，他以反差为刃，劈开了一条独属自己的星河。